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鼠。本期给大家讲解一下《兵马俑的卖货日记》这个短片的整个 AI 工作流，以及我个人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还没有看过这部短片的小伙伴，建议先去看一下。整个 AI 短片的工作流程分为5步骤，分别是文案脚本的创作、文生图、图生视频、配音、后期的剪辑与处理。用 AI 做一个短片之前，我们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如何让 AI 给我们扩展更多思路呢？比如做兵马俑的卖货日记，这个视频之前我只有兵马俑直播带货这个简单的选题，那么我不禁会想，假如兵马俑直播带货，他会卖些什么？卖货的时候会怎么样表达？这里我们就要借助 AI 了。首先打开 ChatGPT 输入指令。现在你是一个兵马俑，同时也是一个视频带货的主播，请根据中国清朝的历史人物的典故、历史故事等等，再结合现在的网络流行用语，你会以哪些场景来带货？要求既要有历史记录，也要脑洞大开，同时要和现代商品形成反差，让他列举20个供我选择。对于这个结果我不是很满意，于是继续给他指令，让他换一批希望有历史典故，同时脑洞大开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产品。直到这里 ChatGPT 已经给我拓展了很多的灵感，因为一开始我本意是想做一个兵马俑纯解说的带货短片，所以又继续给了他指令，假如你直播带货的是秦始皇的长生不老丹，请用现代保健品的术语描述一下长生不老丹的功效，要求搞笑幽默，既要讲清楚长生不老丹的来源，也要讲清楚它的功效。ChatGPT 给出的结果太官方太平淡了，不够口语化，也不够幽默，于是继续跟他说不够搞笑，请使用现在网络流行语或者流行的梗写内容，幽默搞笑为主，同时又有反差。就是这样不合适的地方就让 ChatGPT 修改，直到修改成满意的版本为止。接下来制作片尾新闻部分的文案，先给 ChatGPT 一段指令，这里需要给它一个大概的新闻内容，让 ChatGPT 帮我们扩展润色，生成一段新闻。不满意，继续给指令优化它，直到筛选到满意的新闻稿为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兵马俑在直播的时候，秦朝的历史人物正在观看，他们会取个什么样的网名和会发什么样的弹幕？所以我借助了 ChatGPT， 让它根据历史人物的典故，再结合现在的网络流行用语，为他们起个6个字以内的网名。可以看到 ChatGPT 给出的结果有点太正式，所以我又给了他一条指令，希望可以搞笑一些。可以看到这次的结果会比之前好很多，而且确实网名也更加幽默了。那么继续给 ChatGPT 指令，让它给出这100人会发什么样的弹幕内容。对于 ChatGPT 给出的结果，我感觉还可以，就是人物名称、网名和弹幕分开了，看起来眼花缭乱，所以继续给指令，让 ChatGPT 优化一下，让它把上面的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来，这样看的话就直观很多。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再及时的给 ChatGPT 指令，不断的去迭代更新，直到优化到你满意的版本为止。短片视频制作好了后，我们常常会苦恼，给它取个什么样的标题才能吸引人？这里也可以借助 ChatGPT， 只需要给它一段简单的指令，问它给这个视频写个标题，要求抓人眼球，符合各大视频平台的要求。ChatGPT 给出的这些结果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参考，如果还不是很满意，可以再给指令继续优化。到这里我们基本满意，继续让 ChatGPT 给我们生成50字以内的视频简介。直到这里，我们借助了 ChatGPT 完成了大部分的文案内容。纹身图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在之前的工作留有过详细的讲解，这里就不重复讲了。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先去看一下。这里我就以 ChatGPT 给我们生成 Midjourney 的提示词为例。首先打开 ChatGPT， 点击左侧的探索 GPT， 进入后
在顶部的搜索框输入 Midjourney， 在下拉的选项中选择第一个 Midjourney Prompt Generator V6 这个应用，此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开始聊天即可。在这个 ChatGPT 应用下的输入框中，输入你需要描述的中文场景提示词 ，ChatGPT 会给你自动扩展，并生成英文的提示词。点击右侧的复制代码，会自动一键复制到 Midjourney 中，直接粘贴，按回车即可。这里不需要再输入 Immediate 指令，关键词也是需要慢慢调整的。需要画面中包含或者去掉指定的元素，只需要重新给 ChatGPT 中文提示词即可。我们在尝试生成一个兵马俑正在镜头前直播带货的人物场景图，在 ChatGPT 输入中文提示词，一个兵马俑坐在椅子上，背面是模糊的中国古风博物馆内明亮的灯光正面视角。ChatGPT 给我们扩展生成了5个 Midjourney 的提示词。点击右侧的复制代码，一键复制到 Midjourney 中，直接粘贴，按回车，继续把其他4个也复制粘贴到 Midjourney 中，反复调整，直到生成满意的图片为止。我们点击打开来看一下 ，Midjourney 生成的几组图片都不错。在生成的这组图片中，我感觉第2张还不错。点击 U2 放大，得到下面这张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整体的构图不错，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这2个地方有点突兀。点击下方的 Very 重绘，在弹出的页面选择左下角的套索工具，按住鼠标圈选突兀的2个地方，不需要提示词，点击确认，等待生成。生成结果，我觉得第3张还不错。点击 U3 放大。背后还是有点突兀，再次选择 Very 重绘，同样圈选突兀的部分，不需要关键词，提交，等待生成。可以看到这次生成的图片，突兀的地方基本没有了。我觉得第1张不错，选择 U1 放大，这次就能够得到一张满意的人物角色场景图。这里有个小技巧，因为这张图作为人物场景图，后面才能经常要用到。我们可以把它的job ID 和种子值保存起来，在这张图上面右键点击信封图标，就可以把它的 job ID 和种子值发送给 Midjourney 的机器人保存。如果没有信封的图标，选择添加反应显示更多，在弹出的页面顶部输入 EME， 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信封的图标，选择它即可。下次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不需要再一直往上翻图片，只需要到 Midjourney 机器人中找到这张图的 Job ID， 复制，然后回到服务器纹身图页面，使用命令 Show Job ID， 粘贴刚刚复制的 Job ID， 就能复现这张图原来一样的工作页面。下面主要讲解一下我在生图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和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兵马俑直播带货的视频，会涉及到相同的角色，在同一个场景做出不同的动作，再用不同的动作生成视频。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我提供了2种思路。第一种方法，局部重绘功能，我们只需要把要改变动作的地方重绘就可以了，这样能很好的保持其他场景不变。比如我现在要这个兵马俑举起右手打招呼，点击 Very 重绘，点击套索工具，圈选右手的局部，再在输入框里面输入兵马俑的手的提示词，点击提交。可以看到它并没有给我们生成手，我们再换几个提示词，多重绘几次看看，结果还是一样，它并没有生成我们想要的效果。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慌，这里说一下解决方法。首先去找一张兵马俑右手举起来的图片，可以在搜索引擎搜索，也可以自己用 AI 生成一张。我这里去 Midjourney 的社区找，输入兵马俑的英文，可以看到出来了很多兵马俑的图片，前面的这张就不错，点击放大看一下，可以看到有很多举起来的手，各种手势都有，我觉得圈起来的这部分很符合。然后用截图工具截取手的部分，注意不要多截，保存到电脑本地。
返回 Midjourney 中，点击输入框旁边的加号，选择上传文件，上传刚刚保存的手部截图，按回车键上传。上传完成后，点击图片，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然后复制图片的 URL 网址，再次返回，找到需要重绘的图片，点击 Vary 重绘，在输入框中粘贴图片的 URL 网址，按一个空格，再输入兵马俑右手的英文提示词，点击提交，等待生成。生成的图片点击放大看一下，可以看到这次生成的图片完全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第一张和第二张都不错，这里我选 U2 放大，放大后再选 Upscale 提升一下图片质量，保存到本地电脑即可。其他的人物动作也是相同的操作，这里就不重复讲了。总结一下电图方法，找到和重绘区域相似的图片，截图保存后上传。提示词格式为截图的 URL 网址加空格再加提示词。我们再来尝试一下改变人物脸部的表情，点击 Vary 重绘，在弹出的页面选择矩形工具，框选眼睛和嘴巴的部分，输入闭着眼睛和张开嘴巴的英文提示词，点击提交。我们来和原图对比一下，表情是不是丰富了很多？第二种方法， Midjourney 的风格和人物一致性指令。先说结论，这种方法只能做到人物和场景的 90% 相似。我们想生成的这张图，希望它和原图的场景、人物都一致，不同的地方是人物正在打电话。这里我们就可以用 Midjourney 的 Self 风格和 Craft 人物一致性指令。首先，我们在 Midjourney 中点击原图，在浏览器中打开，复制图片的 URL 网址，再返回 Midjourney 中，输入兵马俑拿着手机的英文提示词，按一个空格后，输入刚刚 Self 和原图的 URL 网址，再输入刚刚 SW 800，接着输入刚刚 Surf 和原图的 URL 网址，再输入刚刚 CW 100，刚刚 SW 的数值写错了，修改成800。注意每个参数和参数值之间都有个空格，不要连在一起了。按回车键等待生成，可以看到生成的人物和场景画风都已经比较接近了。如果还是不满意，那么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垫一张原图，返回 Midjourney 中复制原图的 URL 链接，输入生图的指令，粘贴原图的 URL 链接，按一个空格，再复制刚刚整个风格和人物一致性的提示词粘贴进去。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电图也有个控制权重的参数，杠杠 IW 加数值 ，IW 的数值范围为0到2，默认为0.25，数值越大，代表相似度越高。这里我把电图的权重给到最大。完整增强版的指令控制就是这样，按回车键提交，可以看到生成的图片、风格、场景、人物都更加接近原图。生成的图片有时候需要局部调整，高清放大、调色等等。用处理满意后的图片再去生成视频效果更好。局部调整和高清放大的方法，在之前的兵马俑打工记公司的刘解析的视频中有说过，这里就不赘叙了。这期重点说一下调色方法。在 PS 中打开一张前面生成的图片，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张图片整体的构图和色彩都不错，就是感觉图片灰蒙蒙的，好像有一层雾。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PS 调整一下。不会 PS 的小伙伴也没有关系，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按照我的步骤来调整就可以了。点击 PS 上方菜单栏的图像，在下拉的选项中选择调整，再选择色阶，也可以用快捷键 Ctrl 加 L。在弹出个面板中可以看到中间有个直方图，可以看到图片的亮部和暗部都有缺失。不会看也没有关系，只需要把两边的小三角分别拉到白色区域起点和终点的地方，点击确定即可。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发现原来灰蒙蒙的感觉没有了，图片清晰了很多，但是感觉图片还是有点暗。我们再去调整一下它的
滤镜和光线。点击 PS 上方菜单栏的滤镜，在下拉的选项中选择 Camera 滤镜，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Shift 加 Ctrl 加 A。接下来的操作和其他修图软件差不多，可以拉动小三角，改变它们的值，调到满意的画面为止。调整好后，点击确认即可。这里有点曝光过度了，再来调整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调整后的图片，比原图的好太多了。然后点击 PS 上方菜单栏的文件，选择导出，再选择快速导出为 PNG， 选择保存的目录保存即可。其他图片也是一样的操作，用处理好的图片再去生成视频，减少了后期视频处理的工作量，效果也更好。AI 视频的生成，在之前的工作流教程有详细的讲解，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考古一下。这里针对上期视频中小伙伴们的问题做一个补充：如何让兵马俑实现抬起手和挥手两种打招呼方式呢？第一种，用 AI 视频的手尾针方法，这里我用 Gmon 来演示，可伶和 Luma 也是一样的方法。打开 Gmon， 点击视频生成，打开使用尾针的开关，上传基础的原图作为首针，把前面变化后举起手的图片作为尾针。输入提示词兵马俑，抬起手，选择适中的速度，标准模式，时长3秒，点击生成视频。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可以看到兵马俑已经抬起手了。如果想抬起手的同时张嘴说话，可以点击下方的嘴唇图标，选择对口型。在弹出的页面可以输入一段文字，选择朗读的音色，也可以直接上传配音的文件。再点击下方的对口型生成。大家好呀，点个赞再走。可以看到已经实现边做动作边说话了，生成满意的视频。我们点击下方的补帧图标，提高一下帧率。再点击 HD 图标，提升一下分辨率。最后点击视频右上角下载，保存到本地即可。第二章，用 Pixverse 的魔法笔刷功能。现在Gmon也推出了动效画板，和 Pixverse 一样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探索。打开 Pixverse 的首页，点击 Image to Video， 进入后点击左侧的 Upload Image， 上传图片，在下方的模型里面选择 V1 模型，这时候上方就会出现魔法笔刷的功能，点击进入，点击画笔图标，调整一下画笔大小。涂抹需要运动的区域，涂抹完成后，点击上方的画笔方向。在这个地方，有的小伙伴以为只能画单个运动方向的箭头，其实它还可以来回画，让它来回运动。如果需要同时控制左手和右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画好运动的方向后，点击 Confirm 确认，再点击下方的 Create 生成视频。等待一会儿后，它已经为我们生成了视频。点击进去，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点击 Upscale 提升一下视频的质量，再次等待生成。经过1分钟的等待，它已经给我们生成了 4K 画质的视频。点击视频下方的下载，保存到电脑本地。Pixverse 的会员1个月才$5，想要更好体验的小伙伴可以开通一下。接下来打开去水印的工具，导入视频，划选水印的区域。这里我用 AI 模型的移除模式，大家根据视频具体情况选择。先来预览一下没问题后，点击导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打招呼的2种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2种运动的镜头是怎么做的。这里我推荐使用的 AI 工具是 Luma， 它对镜头的控制非常不错。打开 Luma， 上传一张兵马俑开车的图片作为首帧，再上传一张天空的图片作为尾帧，输入提示词。这里提示词的格式，我推荐的是运镜加主体加运动的方式。A tilt up shot， 表示一个向上移动的镜头，然后再加上主体和运动的英文提示词。取消勾选增强提示词，点击生成，再重新上传一张图片，不需要尾帧。
输入运镜提示词，后面的这句话表示360度的环绕拍摄，再加上主体的描述。取消勾选的增强提示词，点击生成即可。这里我就不等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生成的视频。可以看到镜头的运动没问题，大部分是画面不够和谐。保持镜头的提示词，再调整画面描述的提示词，多次尝试就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之前的视频给大家推荐了很多配音的方式，有的小伙伴说 AI 生成的声音没有感情，本期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配音网站 Reachio 瑞声 AI， 点击右上角的免费开始，再点击左侧的登录注册。注册的过程很简单，我这里就跳过了。注册好登录进去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的菜单栏，点击点数更新，每个新用户注册就赠送1500个永久点数，生成语音每个字数消耗1个点数。点击计费历史，可以看到我们消耗点数的明细。再点击一下增值商店，选择签到，每天可以获得699个点数。绑定 QQ 论论，再点击旁边的 QQ 群签到，每天可以额外获得299个点数。这样通过签到，每天就可以获得998个点数，足够做好多个短片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音效生成，可以看到既能通过文字生成一段音效，也可以根据提供的图片生成对应的音效。再来看一下角色管理，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角色，给角色起个名称，再上传一段5到25秒的音频，它就能根据你上传的音频克隆出同样的音色，是不是很方便呢？再也不用配置一大堆参数去训练声音模型。如果想用别人训练好的声音模型怎么办呢？点击进入声音社区，可以看到有很多训练好的知名人物的音色模型，有明星、网红，也有电台主播的。我们选择一个感兴趣的进去试听一下，点击预览。大家好，我是一菲，是一名歌手演员。感觉效果不错的话，我们把它添加到列表，再返回去选几个喜欢的音色模型。这是这头狮子春季以来捕获到的第10只羚羊，添加到列表，然后返回角色管理的页面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刚刚添加到列表的角色都在里面了。接下来我们点击语音生成，去生成一段语音，看一下效果。点击上分左边的分配角色，会弹出刚刚在角色管理的人物，选择一个人物角色，然后输入生成的语音文字内容，再设置一下右边的生成配置，这里可以选择生成的模式、生成的风格以及其他参数。参数的下方都有说明，一般我们默认就可以了。点击开始生成，会自动跳转到任务队列，等待几秒钟，可以看到很快就帮我们生成了。来试听一下。Hello， 家人们，我想死你们了！没有动态的日子都在当个打工人，你们有想我吗？来，努力搬砖，早日致富，弹幕走一波。效果真的不错，讲话的语气、感情都非常人性化。我们也可以来生成一段对话，先删除刚刚的内容，在下方的输入框里重新输入对话内容，选择分配角色，再选择添加段落。添加完成后，我们再来输入几段文本，选择不同的角色，最后点击开始生成，当然10几秒已经为我们生成语音了。我们来试听一下。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效果还不错吧？而且保持了人物声音模型的特征。如果生成的语音不满意的话，可以再尝试多次生成。已经生成合适的语音，点击旁边的3个点，选择下载，保存到本地即可。在剪辑的方面，很多小伙伴都比我厉害得多，这里我就讲解一下直播和新闻的镜头是怎么快速实现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直播的画面，可以把它拆解为4部分，分别是顶部主播和榜单的模块，左侧弹幕，右侧点赞，以及主播的画面。我们来看一下主播及榜单的头像，这一部分其实是一张透明图片，是我用 PS 画出来的。
这里我会提供这张图的 PS 原文件，大家可以修改成自己的信息和内容。PS 的操作方法大家自行研究，我快速的操作一遍。修改完成的图片，记得在右侧的图层面板中找到黑色的背景图层，点击旁边的小眼睛，隐藏它，然后点击顶部菜单栏的文件，选择导出，快速导出为 PNG， 把这张透明图层保存到本地。举过的弹幕也是一张黑色背景的图片，这里我会提供 PS 的原文件，大家只需要把前面 ChatGPT 产生的人物和弹幕内容替换就可以，然后保存导出为 PNG 格式。这里要注意，弹幕的黑色背景都要隐藏，导出的图片要有黑色背景。打下剪映，导入直播弹幕的图片，把直播弹幕图片导入时间轴，选择画面比例为16:9，拉伸宽度和播放器差不多大小。再把弹幕图片顶部往下移动到隐藏，把时间进度条拉到最左侧，点击右侧画面基础中的位置，添加关键帧。接着把时间进度条拉到最右侧，把弹幕图片往上移动，直到它底部隐藏。如果不好往上拉，只要把位置中的 Y 值的负号去掉即可。再去点击右侧画面基础中的位置，添加关键帧，这样字幕滚动的效果就完成了。如果滚动太快，可以在时间轴把图片的时长拉长一些，再用相同的方法调整一下关键帧即可。做好个滚动字幕，把它导出成视频备用。我能再新建一个文件，导入兵马俑正在讲解的视频，导入一个点赞动态的视频，导入刚刚完成的滚动弹幕视频，导入主播和榜单头像的透明图片。先把兵马俑的视频拖动到时间轴，设置画面比例为16:9，调整一下画面大小，再把主播和榜单头像的透明图片拖动到它上方的轨道。接着把滚动弹幕的视频再拖动到图片上方的轨道，选中滚动弹幕的视频，在右侧的画面属性中找到混合，把混合模式改为绿色，这样其他的轨道就能正常显示出来了。再点击上方的蒙版，选择矩形蒙版，拖动边缘，调整一下矩形蒙版的大小，让它的高度刚好在主播头像和下面输入框中间，这样其他部分就能隐藏起来。最后再把动态的点赞短视频拖动到滚动弹幕视频上方的轨道，同样在右侧的画面属性中找到混合，把混合模式改为绿色，这样完整的直播视频就完成了。我们来分析上这样的新闻主播画面是怎么完成的呢？其实可以拆解为4部分，分别是新闻主持人、底部的字幕栏、背景视频以及新闻内容的图片。首先打开美声里，生成一张白色或者绿色背景的主持人图片，把这张图片放到极门中，生成时长9秒左右的视频。生成的视频再用新闻内容对一下口型，完成后补帧提高分辨率，保存到本地。打下剪映，导入主持人的视频，点击菜单栏的媒体，选择素材库，在搜索栏里面输入新闻，选择一个合适的新闻台背景视频，拖动或者点击旁边的加号，把它添加到时间轴上，再点击本地，把新闻主持人的视频拖动到它上方的轨道，移动到合适的位置，调整一下大小。点击右侧画面属性中的抠像，可以自定义抠像，也可以色度抠像，我这里就用色度抠像。勾选后点击取色工具的图标，会有个白色的圆环，移动到主播视频白色的区域，点击一下就可以去除白色部分的背景。效果不理想的话，可以在右侧的属性面板中再调整一下它抠像的强度和背景。再点击菜单栏的文本，选择文字模板，再点击一次展开选项，找到新闻的选项，在新闻选项的字体模板中找到合适的模板，拖拽到主持人视频上方的轨道，把文字模板的时长拉长一些，调整一下位置和大小。在右侧的基础面板中可以修改文字内容、字体等样式。最后导入一张新闻图片或者视频，放在字幕栏上方的轨道，
缩放一下，移动到画面的右上角，拖动一下新闻内容图片的时长，这样一个新闻主持的视频就完成了。如果字幕栏的文字想调整大小或者动画，可以把原素材的文字删除，再自己添加文本、设置样式和动画即可。最后简洁一下，我会把所有用到的工具和素材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中，大家按需下载。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点个赞吧，让我有更多更新的动力。